最近看了一部连续剧《阿尔弗刀者》，描写过去时代的英国。虽然这与圣经无关，但从剧情中的人物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心态，突然对理解圣经中耶稣对祷告的论述很有帮助，所以在这里分享一下。主角呢是一位年轻的医生，然而呢他却有不可告人的历史。因为在小的时候呢，他曾经是从事偷东西的孩子头，并且因此而入狱。虽然如今呢他立志不再偷了，但因为在一次的赌博游戏中呢，他中了黑帮的圈套，欠了债。黑帮呢就是利用这样的债务呢，迫使他再次回到偷窃的道路上。从圣经所展示的属灵观点呢，这样的事就是所谓的罪恶对人的捆绑，对人的辖制。因为罪恶呢，容不得人离开罪恶的道路。虽然电视剧的主角呢是这位年轻人，不过今天我想分享的呢，却是这位印象深刻的大叔。他在剧情里是扮演主角的一位亲戚。我们可以看到，从外观上看，他就不像是好人，像是一位乞丐。当然，这与真实的演员差距蛮大的。虽然这一切呢是来源于电影的化妆。当然，这一点也使人想到，在现实中，人总是习惯靠外观、靠着装来评估一个人的价值。电影也展示出这个人所具备的足智多谋以及胆量，完全都不是从他的外观所能看到的。虽然这个人呢是想帮助主角摆脱黑帮老大的债务，不过这个人呢在当时的社会那就是罪犯，所以他能想到的方式呢也只有偷窃。总之呢，他想出了一个计划，那就是再次和那个黑帮老大做赌博游戏。因为上次的游戏中呢，那位老大作弊，使得这位年轻人输掉了。所以这次呢，有这个大叔的帮忙呢，打算同样用作弊的方式扳回那个本不成立的债务。由于计划极具冒险性，在实施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位大叔呢，居然来到教堂中祈祷。我曾是传统的信徒，所以从传统信仰的角度呢，会认为那些从事职业偷盗的，他们的祷告都属于无稽之谈，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也只有那些愿意远离罪恶的人，他们的祷告祈求上帝才会听。所以从这一角度呢，我通常会认为这不过是导演的刻意安排而已，而没有实际的意义。然而当我思考这个故事的细节呢，我也突然意识到，如果是从上帝的角度看，他未必像我们那样用一刀切的方式评判一个人的对与错、是与非。我在上一期的视频中分享过耶稣讲过的一个关于法利赛人与税吏的祷告的事。为什么那位法利赛人会被耶稣判断为自义？那是因为他所能想到的，他自己都做到了。所以实际上呢，他并不需要上帝，他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所以他不仅低看那个税吏，就是那些做不到的人，而最关键的是他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却如同一只没有生命的木偶。虽然我们知道上帝对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是敞开大门的，但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的观点其实实际上就如同圣经中的法利赛人，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似乎已经做到了远离罪恶，那就会低看那些仍然活在罪恶之中的人，那些在社会底层的人。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有这样的话：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心态，是人的自义。因为我没有背负过别人的重担，就不能想象他们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是被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过往，也就是他们人生中的很多人与事所捆绑，而不能被释放。电影呢展示出的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所处的情形已经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虽然他们知道有一位上帝，但他们已经无法在上帝面前像法利赛人那样坦然无惧的祷告。他们所祈求的也仅仅是上帝的开恩，上帝的怜悯。所以电影中的这位大叔呢，他的祷告就很像耶稣所说的税吏的祷告。他向上帝坦白他这一生做了很多可怕的事，但是他说，我今天不是来向你道歉的，因为我知道我将来还可能再会做。今天
他说我特别谦卑地向你祈求，就是请求看顾这位 Jack。 他在上帝面前呢坦白，在 Jack 小的时候他对他做了什么。其实这就是他内心中的重担，他在这个时候将这个重担交出来了，并且他也向上帝坦白，他要打算做的完全是为了补偿自己之前的亏欠。然而他也知道，如果计划失败，付出代价的却是这位 Jack， 所以他是求上帝的怜悯，使他的计划能够成功。从上帝的角度，骗与偷呢不过是一种方式，关键在于人做这样的事的目的。通常呢，骗与偷都离不开人的贪婪，但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中却不是这样。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呢，有一位女士呢去购物，在不经意之间呢，将自己的车子的钥匙呢锁在车子里了。她没有办法，就看着天祷告，求上帝的帮助。后来不久呢，来了一个骑摩托的，那个人的着装实在让人却步，但那个人呢，最终帮助她打开了车门。这位女士大声的祷告说：“感谢主。”但那个人呢，却羞愧地解释道，自己以前是偷车的。没想到这位女士再次祷告说：“哦，感谢主赐给我专业认识。”这使我想到以前呢，曾听过有关于信仰的一个辩论，就是说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有些信徒呢，为了救犹太人，避免他们被抓而说谎。那么这样的谎言在上帝面前算不算有罪？还有我在以前的教会的牧师呢，也曾经去泰国那边宣教，在通过一些政府设置的关卡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只能用说谎的方式才能通过。他的解释是说，人要决定怎样做的时候，首先要思考什么才是我们的目的，什么才是更大的意义。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更大的原则。每个人在自己所遇到的各样的情形，根据自己的信心所做出的选择，那也是别人无权去评判是与非的事。当然也会有人认为选择坚持不说谎，并且相信当自己坚持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会为我们开路，认为这就是信心。因为圣经中的但以理就是坚持不拜偶像，虽然被扔进了焚化炉以及狮子坑，上帝都能保守他们毫发无损。我以前也是认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心，但如今我看到这两类的事情的不同。但以理坚持的原则呢，他所承担的风险是他自己，他并没有拿别人的生命当作筹码。因为但以理并不确认上帝会拯救他，他的信心并不是在相信上帝会怎样做，而是为了他心中的原则，他心中所看重的。电影中提到的欺骗呢，却是关于他人的性命，他人的利益。所以这个故事呢，更像圣经中的妓女拉合。在圣经的故事中呢，拉合呢，明显是因为说谎才拯救了那两个进到耶利哥的探子，因为他的谎言呢，换来了那两个人的性命。拯救那两个人的性命是他最首要的目的。所以我倒觉得这里体现出人的怎样的决定取决于人心里看重什么。也许有人会说，看重神的律法岂不更好吗？感觉好像这样更对，因为上帝的事应该总是高过人的需要。但是当人看重律法而忽略他人的性命，忽略他人的需要，这样做正是耶稣所责备的。因为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耶稣故意在安息日医治了那个瘫子，并让那个人拿着自己的褥子走。法利赛人捕捉到这一行为是违反律法的。法利赛人之所以忽略那个瘫子被医治，因为他们心目中更看重律法。法利赛人所忽略的正是人的需要，法利赛人所重视的是遵守安息日，那只是盲目的遵守，如同上班打卡，而不关心这样做的意义。但耶稣却说呢，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这个故事也同样是在今天的信徒所面对的，那就是教堂应该是也是为人建造的，而人不是为教堂而活的。记得有一位母亲呢，她认为周日去教堂高过一切的事，即使她的儿子呢生病了，她也将有病的儿子留在家里，
而要独自去教会。他认为这样做呢，上帝就会喜悦他所做出的牺牲。但我却觉得呢，他将去教堂当作律法来遵守，这种意义上的上教堂不过是履行宗教的义务，而他所忽略呢，就是孩子的需要以及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与义务。我的邮箱呢，也总有来自教会的邮件，就是关于聚会的通知，那里面呢，总要额外的附上一段经文，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对于教会的组织者呢，他们希望人都能够参加每次的聚会，而这样的经文呢，符合他们所期望的，所以出于人自己的目的，希望别人将这样的经文当作律法来遵守。至于那些来的人有没有得着喂养，他们认为那是上帝的事，与自己就无关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呢，参加聚会就等于尊上帝为大，这就是宗教与信仰的差别。宗教就是让人盲目的去遵守，他们想象上帝手里有一份出勤的记录，所以人只要坚持这样做，才能问心无愧。圣经中的法利赛人就活在一种为了遵守而遵守的光景之中，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盼望去明白这一切意义到底是什么的。曾经说，在以色列的一家公寓呢，在安息日呢发生火灾，而那些犹太拉比呢，花了数小时的时间辩论，就是关于出动消防车是否违反了安息日的律法。其实耶稣在圣经中呢，早就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有经文这样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它上来呢？所以耶稣呢，来启示我们上帝的律法，是为了让人领悟律法里面所蕴含的精髓，而并非将律法看作一种简单不可动摇的铁板一块去遵守。耶稣呢，有一个例子在安息日是医治了那个瘫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在麦田边呢搓麦穗，这些都是发生在现实中的例子。很多时候人们在现实中所面对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解读圣经的最好方式。美国有一位牧师叫 Rick Warren，回答人们提问的时候说，有一个问题是问什么是最好的圣经翻译。他回答说，最好的圣经翻译就是将圣经翻译到你的生命之中。我也曾坚持参加那些看不到意义的聚会，也看到那里的一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一直对参加聚会给予很高的优先权，然而在他们的生命中却没有给上帝任何的优先权。这种情况下，重视聚会又有什么意义？